台湾回归日已确定，岛内局势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台独分子的种种行径引发岛内民众强烈不满，赖清德支持率暴跌，台独三巨头全面溃退。而国防部就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召开全球发布会，更是将台海问题推向了舆论的新高峰。赖清德这个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自居的政治人物，自上台以来就将台湾一步步拖向危险的深渊。他在政治上鼓吹新两国论，妄称大陆为境外敌对势力，甚至试图从文化和历史领域全面去中国化。这种自欺欺人的行径严重破坏了两岸交流的氛围，伤害了两岸同胞的感情。在经济和民生方面，赖清德当局更是表现得一塌糊涂。台湾联合报和 TVBS 公布的民调显示，对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超过 50%， 满意度仅为30%左右。在赖清德的治理下，台湾的能源政策混乱不堪。5月17日，台湾最后一座核电机组停机，彻底核电归零，而绿能发展又严重滞后，导致大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电价还蹭蹭往上涨，4年涨了近50%，让台湾民众苦不堪言。在民生问题上，岛内进口蛋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行政机构听取农业部门报告进口蛋争议时，关键人物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吉仲、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却辞官走人，甚至传出主管项目的畜牧司长也将被调职，留下一堆烂摊子。不仅有大量鸡蛋面临销毁，对于销毁费用等关键问题也无人能给出答案，遭到民众的强烈批评。除了赖清德，其他台独分子也没闲着，他们在岛内疯狂打压异己，操纵各种选举，试图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岛内民众的强烈反感，民众对台独分子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各地接连举行针对赖清德等台独分子的抗议活动，不少民众喊出赖清德下台的口号。近期岛内民调一致显示，赖清德支持率暴跌。据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对赖清德这1年内表现满意的民众只有 32%， 而不满意的则达到了 55%。对其仍然保持信任的民众已不足40%，只有 38%， 不信任民众占比达 55%。 当被问及对未来3年赖清德施政表现是否还有信心时，不看好的民众比例更是高达 57%。 短短半个月，民众对他的满意度就大幅下降，从半个月前的 47.1% 降至如今的 32%。 不仅如此，赖清德还面临着来自蓝白阵营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就曾火力全开，痛批赖清德刻意忽略两岸和平统一这一核心议题，专注于向美国表忠心的谋独行径。他强调，唯有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协商，台湾才能凝聚力量，真正稳健走向未来。而民众党等其他在野势力也在不断揭露赖清德等台独分子的真面目，让更多民众看清了台独的危害。在国际舞台上，台独分子一直试图抱美国的大腿，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对台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岛内不少媒体认为，随着美中综合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可能会通过弃台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特朗普的一系列表态更是让台独分子感到不安。特朗普提及统一，并宣布对台课征 32% 的高额关税。这一系列动作预示着美国可能会抛弃台湾。为了讨好美国，赖清德大肆出卖台湾利益，不仅对美军购破铜烂铁，还高喊扩大对美投资，掏空台湾产业，把台积电拱手送人。但即便如此，也没能换来美国的忠诚。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独分子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他们四处奔走，试图参加一些国际组织和活动，却屡屡碰壁，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和唾弃。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台独分子却依然执迷不悟，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他们不断挑衅大陆，妄图制造2个中国、一中一台。这种行径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也让台海局势变得愈发紧张。就在台独分子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台湾回归日已确定。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基于历史、法律、文化和国际关系准则的事实。从历史上看，台湾在三国时期就与大陆有了密切联系，元朝时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但在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这是全体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换来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面对台海局势的新变化，国防部召开全球发布会，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定决心。国防部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基于历史、法律、文化和国际关系准则的事实，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任何企图分裂自己国家的人都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针对台独分子的种种行径，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将坚决履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职责，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发布会还指出，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国防部的这一表态向全世界传递了清晰而坚定的信号：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绝不让步，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势力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许多台湾民众表示，台独分子的所作所为不仅让台湾的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影响，还让台湾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他们希望两岸能够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和平统一，让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共享祖国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岛内的一些民间团体和有识之士也在积极为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而努力。他们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宣传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理念，呼吁台湾民众认清台独的本质，支持祖国统一。而台独分子的支持率暴跌，台独三巨头全面溃退，正是民心所向的体现。他们的分裂行径违背了历史潮流，违背了台湾民众的意愿，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台湾回归日的确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在这一关键时刻，台独分子的垂死挣扎不过是螳臂当车，注定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世界就是变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变化呢，应该讲都跟中国有关。你们体会一下，4个心是不是都跟中国有关？哎，那么为什么跟中国有关呢？因为我们中国啊，在过去70年实现了工业化，这个是我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我刚才讲过啊，我这里再讲一遍。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大机器生产为依托的现代制造业。在工业文明时代，制造业就是立国之本。谁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谁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没有现代制造业，人再多，钱再多，你是被人家羞辱的，你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今天的中东地区，天天用案例、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这个道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史学观察啊。现代化的本质，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是现代制造业。谁有现代制造业，谁就有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立身之本。但是呢，有个事实要强调一下，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掌握现代制造业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成系统的制造业90%都集中在北温带的3个地区：东亚、西欧和北美，全部集中在这儿。旁边还有南非啊、巴西啊、印度有，但是它是给我们补充，它是依附型的，知道吧？独立的制造业体系就在北温带这3个地区：东亚、西欧、北美。而这3个地区有多少国家呢？就20个国家，知道吧？全球政治实体是200个左右的国家，
只有1/10的国家和地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其他没有掌握。1/10的国家很少的。然后呢，他们集中在3个地区，都在北温带，东亚、西欧、北美。然后后面就2个文明，东亚后面是儒家文明，西欧、北美后面是新教文明。这个事实有点残酷，但是它是重要的事实，不能回避的啊。但是我们中国很幸运，我们实现了工业化。谁让我们实现了工业化？是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下面还有一个史学观点，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必须以49年划界，因为49年以前我们是农业文明，49年以后才是工业文明，2个文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一旦我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它的规模就特别大，因此影响就特别大。英国工业化1000万人，美国工业化1亿人，中国工业化14亿人呐。当然，有些人会驳我说，以后非洲人口会比我们多，以后印度人口会比我们多啊。但是呢，就我的观察啊，非洲、印度我都去过，我的观察，他们都遇到一个比我们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印度我去过，印度的妇女地位是非常低下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印度整个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因此印度不具备自我工业化的能力。印度如果想自我工业化，它必须经历一场极其伟大，同时也极其残酷的革命。所以呢，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工业化极其重要，能实现工业化的核心现代制造业的能力的国家是少数1/10国家，然后我们是其中最大的。那么我们整体的工业化水平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然后呢，有3个特点，第一就是工业的规模特别大。去年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32.4%，合人民币39万亿。然后什么概念啊？基本上我们制造业等于排在我们后面的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之和，就是2、3、4、5名加起来跟我们一样的，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工业的规模特别大。第二个就是体系特别完整，是吧？就人类所有的工业门类都有啊，当然有一些门类我们现在水平不高，这个我们能做，但水平不高。但是我们门类很齐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3呢，就学习能力非常好。原来呢，我们有个弱点就是创新能力不是很好，我相信有个10年，我们创新能力会上来了，是不是 ？OK， 这就是中国人的底气所在啊！因为在工业文明时代，制造业是决定性的，对吧？而中国掌握了这个东西，知道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就成为百年变局的最大自变量。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第4次工业革命我们有机会啊，知道吧？第4次工业革命呢，在到来中还没有到来啊。目前我们人类处在叫5G 时代，而我的观点是5G 还是属于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一个最新的一个步骤，还是属于3.5次工业革命，不是真正的第4次工业革命。第4次工业革命在哪呢？在如下5个方向，一个就是新的工业材料。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电器，包括这个所有的电器，它的材料是不是叫硅晶片、硅基材料啊？那未来呢，工业界认为很有可能由碳基材料取代硅基材料。现在我们议论比较多的东西，材料叫石墨烯，这个是可以实现的。碳基材料取代硅基材料，效率会提高很多倍啊！这个就会引发工业革命。还有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第3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啊；第4个是量子科学；第5是核聚变。在这5大方向酝酿着真正的第4次工业革命，尤其是前面3个，因为后面2个量子科学和那个核聚变呢，太伟大，以至于太难了，可能就是比较远，它也会发生革命，它比较远。在不远的将来引发工业革命，大概是新的工业材料、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那么这5大方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美国的技术还是最好的，但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是什么呢？我们跟美国差距不大，就是下面就看我们下一代人，就坦率讲，就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怎么努力了，能不能扬长避短？中国人要把创新的这个短板补上去。美国当然他希望把这个产业再重新给它补上来啊，这是一个竞争，这是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对于中国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讲，未来30年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全国同心同力推进第4次工业革命。
争取在未来30年，让人类的第4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咱们中国，知道？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你们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孩子，知道吧？那个是非常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啊。那个你们可以假设嘛，如果第4次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那么逻辑上推理，此后的中国肯定拥有人类最好的技术和最好的产业，对不对？技术好代表先进，产业好代表赚钱，对不对？所以你们的孩子会生活在一个非常先进、非常富有的国家嘛。然后你们的孩子们护照全世界免签了，对不对？哎，那个时候人民币肯定是第一货币，对不对？出国不用换汇。所以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中国前面工业化的成功，因此我们就有资格参与未来的塑造，对不对？就是第4次工业革命。那么如果这个塑造的好，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技术基础、生产力基础就非常扎实了，对吧？但是反过来呢，也带来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讲，可能就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因为美国原来一直觉得技术上我一骑绝尘呐，对吧？中国在他看来一穷小子，你怎么赶上来了？他很不习惯，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打压我们。所以就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紧张博弈阶段是必然。因为第4次工业革命决定人类未来，然后未来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只有一个对手，就中国，所以他一定会紧张，对吧？所以中美关系变差是某种意义上是必然吧。但是呢，我们不用怕，不用怕。第一理由啊，就是我刚才讲了，近代国家最伟大、最重要的任务——工业化，我们完成了，对吧？第二呢，从技术指标上讲，对任何大国啊，有4个指标最关键。第一个得政治稳定。那政治稳定我们没什么问题，对不对？第二个经济得过得去，那么咱们经济呢不如以前了，但是呢跟别的国家比还可以，是吧？第3个就是科技，科技是核心生产力嘛，第一生产力，我们科技现在追得很快的。这个第4个就是军事，那么我们军事现代化应该讲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呢，我们国家虽然必定面临美国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第一有制造业现代化这个基础，第二呢，这几个关键指标都不错，所以不用紧张啊。另外呢是这样，就中美关系肯定是会有问题。那么受美国的影响呢，有些中国周边国家也给我们捣乱比如说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呢也会做一点小动作。这大概是我们现在外交上遇到的3大麻烦：一个美国直接压我们，一个受美国煽动有些周边国家捣乱，是吧？但是请注意，中美关系再重要，它不等于中国外交的全部，对不对？毕竟只是中国外交一部分吧。中国外交其实是4个部分构成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那么仔细梳理一下，现在我们主要的压力来源于大国外交的美国方向，还有来源于周边外交的印度方向，其他还好。我们中国的大国外交是3对关系：中美、中俄、中欧，也就是中美出了问题嘛，对不对？周边主要是印度嘛，其他还好吧，对不对？发展中关系很好多边国际组织关系很好对不对？好到什么程度？好到特朗普嫉妒了，说我交的会费在 WHO 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的3倍，结果中国最后那个讲话声音比我还大，所以他不干了，跑了。退群了，对不对？OK， 这就是基本事实我们中国外交呢，肯定是有麻烦的。我刚才已经列举了3类麻烦，对吧？中美、印度还有美国的小兄弟我们有麻烦，我没有否认这个麻烦。但是放到整个中国的外交图景，其实中国外交还好。所以呢，应对好中美关系还是未来外交的主要任务。今年发生疫情之后，美国拒绝跟我们合作，对吧？1、2月份中国很困难的时候，美国是看笑话的。我们1、2月份非常困难，对吧？非常困难。那个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韦伯罗斯公开的在电视上讲：“中国有病毒好有助于制造业工作机会回流美国讲这个话没有道德感连美国的那个右翼媒体都说。你怎么能讲呢？这个可以想不能讲的呀，真讲出来了，是吧？连右翼媒体都看不惯
这是1、2月份，3、4月份他们家有事了吧？哎，他不去好好应对他们家的病情，他骂我们，怪我们。这些行为就导致什么呢？导致非常可惜中美今年没有因为联合应对新冠而团结，反倒是进一步分裂了。在新冠发生以后，这过去8个月了吧，这个8个多月了中美有新矛盾，一个就是美国甩锅中国，对不对？把责任推给中国，一个就是老威胁要跟我们脱钩吧。第3个是不是在中国的敏感问题，是不是动作更大了？最后的结果就很不幸，整个中美关系它的下滑曲线是进一步下滑了。那么，于是呢，现在我们中国的民众，特别是网民，现在有3个担忧第一，担心中美全面脱钩，是吧？第二，担心出现新冷战；第三，担心局部热战，是不是有3个担心？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中美全面脱钩不可能，因为中美的那个经济联系、社会联系太紧密了。但是局部的脱钩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发生了。比如说高端科技、高端芯片不给我们了，对不对？然后科技交流停顿了，然后那个卫生就是医疗方面的合作停顿了。这局部脱钩肯定会发生，全面不可能新冷战呢问题倒不大，新冷战呢怎么说呢？我们就说跟那个苏联和美国的冷战比一比，就发现有几个不同。苏联和美国搞冷战美国肯定是有责任的但其实苏联也有责任，是吧？他们美国扩张主义，苏联也扩张主义，因为这个冷战打起来得双方嘛。结果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问题不大，就我们这边挺隐忍的，对不对？特朗普天天说中国病毒骂我们，然后他的助手彭斯副总统，这个国防部长、国务卿司法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4大金刚天天骂我们，他是正国级、副国级干部骂我们。然后我们国家连部长那一级都有不理他，都讲别闹了，中美关系回到正轨，对不对？部长都这么讲吧。我们真正批评他的就是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嘛。其实我们脾气挺好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美国社会其实是不支持的，知道吧？新冷战必须美国社会支持，但美国社会不支持。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盟友一个都没有表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新冷战问题不大。但是呢，最后一个担心其实有点现实性的，就是局部军事冲突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美国总统发起战争的权力是很大的。美国建国244年，但是对外发起了260多场战争，这个里面只有5场战争是得到国会批准的。其他全部就是打了就打了，所以总统的那个在发起战争问题上，他的自主权挺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特朗普这个人特别没法预测，对不对？他权力又大又很难预测，因此理论上讲，他因为选举的需要发起某种局部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应对之道怎么办呢？应对之道就是我们做好准备吧。坦率讲只要我们准备的做得很充分，让美国发起军事冲突得不到政治上的好处，反倒是可以避免了，对不对？准备的越好，可能性越小。OK， 这就是对这3个担忧的这个一个基本的回答那么最后关于中美的未来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中国的崛起到了今天，引发了美国的紧张，然后中美就有矛盾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不发展，对吧？相对落后就没事儿。但只要你发展，它一定会遇到这个坎，你就到了这个坎子，然后回避是不行的，是吧？只好面对然后，那么面对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很难的，至少我觉得未来是这样，未来几个月很紧张，从现在到1月20号。明年1月20号新政府上台是高危期，从现在到未来5年是困难期，因为未来5年肯定是那个美国对我们压力很大。从现在到未来10年，实际上是美强我弱，我们战略防御期，大概这么一个。但是呢，一个大的结论是这样的：美国这些外部的阻力，我认为不会影响中国的崛起。过去2年半，美国其实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对吧？但是你们想想，我们中国的发展还可以吧？每年还是6左右的发展，对不对？
它是2，我们是6，所以从增量角度来讲还是比它快嘛，对不对？除非美国做到了使了劲儿啊，我们的发展速度降到2以下，比美国还慢，那个就追不上美国了，对不对？哎，只要我的增长速度5、6啊，它是2左右，我们是它2到3倍，那最终的这个时间会告诉我们，是吧？所以大的结论还是这样，就是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好的，哎，我们要做好相应的啊应对困难的准备，要有底线思维，但是另一个方面又有战略定力，哎，因为美国不管怎么使劲儿，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战略上我们还是在往前走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感谢新历程独家冠名本次公益活动，学口才到新历程。金教授以其近40年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深入研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妙语连珠的分享。新冠肺炎如果是一个大考的话，那么咱们中国的表现是比较好的。现在，我们就进入对白时刻。丁彩荣教授您好，你好，我叫周汉石，是一名大3的在校生。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我们00后是很关心国际新闻的。那么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在美国在高中时期是交换了1年。那么就我看到的美国社会，我觉得他们的市场上是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的，甚至于是海外的产业。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工业化嘛，在我当下看来，我觉得美国的工业链和产业链是不完善的，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感觉特朗普政府似乎非常的执着于要跟中国脱钩这个问题，他到底能真的脱钩的概率有多大呢？它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您怎么看？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政府肯定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觉得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产业链不完整嘛。美国其实还是有一些高端产业的，就人类的产业大概有1半离开了，但另外还有1半在美国，但那一半呢还是挺先进的。所以美国制造业还是有能力的啊，只不过确实产业链呢不完整。那么产业链不完整带来很多问题，有一些技术都无法应用，还有一个就是低端的工人呢没工作，生活水平很差。然后特朗普现在他的脱钩，其实他有一个目的想把产业弄回去，对吧？但是我推算，他要想让这个世界的低端产业回去不现实，所以应该讲。就他这个努力最后会失败的，中美完全脱钩其实也不可能，只是部分脱钩。好，谢谢金教授，谢谢您。金教授你好。你好。我叫孙月行，是一名英国的留学生。我想请问您一个跟科技正相关的问题：现在5G 的手机、5G 的网络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城市，但是美国却提出了6G 的战略，您觉得这靠谱吗？您觉得6G 会不会直接秒杀我们的5G 呢？那么我作为一个外行当然也关心这个产业。我现在有限的信息是这样：目前呢，6G 应该还是大家在想象。就是在产业里面，现在其实是没有依据的。目前大家认为比较靠谱而且比较先进的就是5G，所以呢，美国想绕开5G，直接奔6G，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好，我明白。那金教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在未来只会有中国制造和外国制造。但是在这一次华为和美国的对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直接断供华为，对华为的手机影响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效应。而美国对中国高新企业的制裁，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半导体制造业也有非常大的短板。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中美对抗的局面下，我们还有机会吗？您觉得在这样一种数字铁幕的背景之中，我们还有这个追赶上的时机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去完成我们的超越呢？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的表述有点问题，就是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我是说最大的最大的是吧？它跟最好还不太一样，跟最好还有差距，它是最大。目前我刚才在讲座里面讲到。就到19年吧，我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例32.4嘛，而且以后呢，我估计还会再增加，我们制造业还在扩张
所以制造业最大。但制造业最大呢，不代表最强。那么我们现在低端很好，我们现在中端非常厉害，但是高端我们还有缺陷。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芯片，现在就是个问题啊。芯片呢，我们低端也有，而且现在市场扩张很快，但中端就差很多，高端现在真没有。所以尤其是跟美国差距非常大。另外，除了这个芯片，还有工业设计软件，是吧？大家都知道这差得很大。还有这精密仪器，我们还有不少短板。但是呢，问题不是很大。我们过去啊，跟美国有差距，首先还是历史积累，是吧？美国等于上博士后了，才刚上初中嘛，它有天然的差距。只不过中国很天才啊，我们从初中啪跳级到高中，跳级到大学，跳级到研究生了，就跟他在接近的很快，所以他就急了嘛，要打你了，这是一个情况。我们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吧？他那个积累好，咱们中国体系很完整，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的动员能力很强。现在我们不是遇到芯片这个危机了嘛？然后现在整个行业在拼命的加班加点在努力。我个人相信有个5年时间，目前我们看到的美国卡脖子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解决，就是个时间问题，要有信心。好，谢谢金教授。谢谢。金教授您好，我叫杨典雅，是一名传媒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美国在科技和政治领域打压华为，我们尚能理解，但是作为社交应用软件的 TikTok， 为什么也会处于美国的打压枪口之下呢？美国在打压 TikTok 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含义呢？美国打压 TikTok， 它几个背景，一个就是战略敌意，是吧？刚才我讲座的时候讲了，美国把我们定义为第一竞争者了吧？战略敌意，一旦一个人对你有偏见嘛，看你是什么都不顺眼，知道吧？这是一个背景啊，他对我们有战略敌意，有偏见，于是中国的东西都不顺眼的，这是第一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 TikTok 代表了跟华为不同的威胁。华为啊，代表了技术领先，就是 5G 技术很重要，然后它领先了。那美国现在的办法呢，一个就是用政治手段干预，就是让你的很好的5G 产品卖不出去。你不是投了很多钱吗？不让你卖不出去，让你投资砸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现在使坏。另外，当然他也在培养像三星什么的，来追赶，这是对华为。那么为什么 TikTok 他要关注呢 ？TikTok 代表了另外一个威胁啊，就是商业模式威胁。原来美国的领先不仅是技术领先，而且有商业模式领先，是吧？比如说，好多年前我们中国人不是很喜欢那个快餐，对不对？麦当劳啊、德基啊。当然现在这种快餐不行了啊，但有一段时间它是代表一种很创新的那个商业模式。现在啊，中国人呢开始创造新的消费模式，包括电商。那么中国的电商等于美国、日本、欧洲之和嘛，因为这个巨大的电商才有了阿里巴巴，是吧？那么才有了中国的这个叫电子支付，就网上金融。TikTok 是很独特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它就给你提供平台。这个平台呢，就一般人都可以参与，就是它的群众基础特别广泛，然后因为参与感很强，所以它广告效应就好，所以它收益也很好，是吧？然后 TikTok 呢，除了商业模式威胁，它还有一个威胁，它很可能打破美国经营层信息垄断。那 TikTok 就是让平民都可以表达自己嘛，所以对美国来讲，一个商业模式构成了威胁，一个呢，对传统精英、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形成了威胁。谢谢老师。谢谢。金教授你好，我想请问您，您觉得中美在南海之间的博弈，真的会像许多网友说的那样，会是一个低烈度的热战吗？现在美国啊，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啊，是几个海联动的啊，南海、东海、台海啊联动，甚至有时候跑到我们黄海来了，所以这方面海洋压力挺大的。我看好多舆论呐，还有军迷啊猜测，就危险比较大的确实是南海。那最后以什么形式展开，我现在没法预测。我估计美国人呢，主要还是形成一种战略威慑，就是让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啊，
活动要减缓一点。美国呢就是希望用这种军事动作威慑你，不许再搞了。另外一个，他通过不断的舰机过来，还是鼓动南海周边国家胆子壮一点，跟我们闹。大概他的目的就直接跟我们发生军事冲突，我觉得可能性小，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要跟我们出现军事摩擦，他不一定能赚到便宜，对吧？所以呢，如果赚不到便宜，在政治上它是个灾难嘛。我觉得更多啊，美国在我们近海的这些动作，显示他的政治决心，这个威慑我们，同时鼓励周边国家跟我们闹，直接下场跟我们打，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的。谢谢你，谢谢金教授，谢谢你。谢谢你。金教授您好，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动漫和二次元的，所以我选择了去日本留学。那日本其实作为我们的邻国，在历史上跟中国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的，特别是今年我们又共同经历了疫情，然后日本的首相也是刚刚换届。那我想请问一下金教授，您认为未来中日关系又将怎么发展呢？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这个中日关系呢，最困难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这个就是前面10年，这现在开始趋好，这是我的一个大判断。那个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就是日本呢近代以来是很成功的一个非西方国家，对吧？因为大家知道现代化从西方开始的嘛。我们一般说西方22个国家，日本不在里边。它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是西方启动的，所以西方有优势。日本是非西方国家当中第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对吧？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必须得承认啊。然后呢，一旦中国也工业化了，中国的工业技术也追上来了，这个时候，这个它就很难受了。日本原来领先的基础其实很简单，就是工业化领先，就是技术领先。工业化领先，技术领先，从学术意义上讲就是知识领先。所以只要中国认真的学习，那么技术上赶上日本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抵抗呢，所以小泉到安倍早期就不好的。但是我觉得这2、3年日本态度就变了，日本社会开始渐渐接受中国崛起，在技术上赶上日本，这个不可抵挡的事实。然后我觉得日本社会这2、3年心态有相当大的变化，而且是好的变化，就是开始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克服了之后呢，整个中日关系应该是趋好的。但这个趋好的过程不会很平静，因为美国会在中间捣乱嘛，对吧？然后日本的政治家受美国控制也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个过程就趋好的过程不会很顺利，但是大方向。未来10年中日关系，我认为比过去10年会好一些。好，谢谢金教授。谢谢你。谢谢你。金教授您好，我之前有跟导师一直在做亚洲问题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对中印问题比较感兴趣。我想问您一下，印度最近国内疫情恶化很严重，再加上中印边境也有一些小的冲突，我想问一下您未来中印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谢谢。谢谢你啊，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中印都是亚洲大国，都是发展大国。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是很重视印度的。而且非常希望龙象共舞、共赢啊。那现在呢，问题出在印度方面。印度呢，现在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疫情严重，然后经济又不好，对不对？所以它需要把那个内部矛盾外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宗教矛盾，它现在宗教矛盾也挺紧张的。所以这几个内部矛盾就导致它有强烈的动机把矛盾外移。再加上现在美国在后面鼓励他嘛，所以现在呢，中印就出问题了。他在中国的西部做很多小动作，那么中印关系会走向何方？现在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这么说。至少从中方角度来讲，我们希望中印关系好。然后在最近的摩擦当中，中方其实是很克制，非常克制啊。然后战略上，我们中国还是希望
能以某种形式尽快的把这个边界问题解决，让中印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但是问题是双边关系不是中国一方能决定的，是吧？要看印度的反应。中国这个努力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如果成功，中印关系会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应该讲是双赢的啊。但如果不成功，印度动作很过分，导致某种摩擦，那中印关系未来一段时间就很糟糕了，对吧？当然我是个军迷了，我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印度不冷静，进一步逼中国啊，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印度还是要吃亏的。这个结局跟62年应该差不多。所以中印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精英层、印度的领袖层他们的战略选择。从中方来讲，我们没有问题。今天仍然是珍视中印关系，希望双赢吧。但是问题是，这个答案不在中国手上，是吧？在印度精英层手上。好，谢谢你。谢谢您，非常感谢。教授您好，因为您特别受我们年轻人喜欢，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对做新媒体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还有没有什么网红秘籍可以传授给我们呢？谢谢。谢谢你啊，我们这个国际关系啊，应该讲呢，现在就遇到了好日子吧，大家比较关心国际关系啊，受众多。再一个，我的感觉就是，主要是放下身段，就不要端架子。是吧？你要端着讲的话，太学术、太生僻，就不会有这个点击率啊。所以呢，就是抓住大家关心的问题，然后放下身段，平等对话，然后用平常的语表述你的观点，我觉得这个容易得到大家的接受。谢谢。好的，谢谢您。金教授您好，你好，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毕业生耿淑一。那么我现在刚刚到伦敦，要继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我关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习。因为我现在也在英国，所以我非常关心中国和欧洲的未来走势。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也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些在欧洲的留学生的求学、生活以及就业。那么我想问您的是，您觉得在目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实行的这种脱钩政策的背景之下，那么对于主要的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德国，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不会选择同美国站队，和美国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呢？那么未来的中欧关系又会是什么样子的走向呢？谢谢你的问题啊。首先祝贺你进入 LSE 学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就国际关系来讲，伦敦政经是非常好的学校啊。然后你讲的问题呢也很重要啊，中欧关系是中国特别重视的关系啊。我刚才讲过，中国的大国外交里面有3对关系嘛，中美、中俄、中欧，对不对？现在中美关系不好，中俄是很稳定的，所以中国肯定有一个工作方向，希望中欧关系能稳定住。大家都注意到吧？习主席是不是和默克尔总理？还有欧盟的2位领导人，对吧？冯德莱恩啊等等，进行了这个网上对话。总体来讲，对话还是好的。我个人认为呢，中欧关系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嘛，经济上现在来往还是不错的。然后在全球议题上，就是气候变化、反恐啊，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等等，我们合作点很多。另外地区合作，比如非洲。3方合作也开始慢慢展开，所以双方合作点很多。当然我们有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价值观不一样，对吧？我们有意识形态冲突，但是我们毕竟跟美国不一样，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有价值观冲突，但是我觉得价值观冲突通过对话可以控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呢，因为现在特朗普执政嘛，然后欧洲人对美国的感觉是不太好的。所以现在如果一定要让欧洲站队啊，欧洲我觉得是偏中立的，所以我个人对中欧关系前景看好。虽然仍然是有矛盾，经常会吵架，但是不至于像中美关系那样。
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这个危险是没有的，基本上是一个吵吵闹闹但是过得去的一个关系。